8.6。哎呀，可算是能回家了，不然还得去备降。哟，我这么大胆，现在还敢落？这不是咱们陆航的飞机吗？货运部的。哎呀，我们赶在了机场关闭前最后1分钟降落。耶！膜拜啊，小姐！回头你把刚才的落地操作详细给我讲一讲。收学费。应该祝贺你，潇潇，飞够了2700小时，都够放机长的要求了。老蔡，这些年谢谢你。谢我干什么？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你等着，下次我带着4道杠见您。太羡慕你了，4道杠。羡慕什么呀？你不也快了？哎，伙伴们，欢迎来到中国。Welcome to China。来，我们拍照。哟。737吹的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顾部长，我想问您2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应该。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哎，哎，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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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呐？谢了啊。瘦了。
哎，又是忙碌一天。顾部长好。早。你头发怎么回事？我忘记理了。马上去理发。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1周，回去做检查。是。我现在就去理发。等等，飞哪儿啊？飞重庆。去吧。机管部，我是棍南亭。潞州8461的张明仪容不符合飞行要求，我已经解除了他今天的航班任务，尽快通知备份人员就位。徽章呢？刚才也吓死我了，我以为我也要被停飞了呢。顾部长在工作上一直都这样。听说前几天有个小飞因为刚落地就把安全肩带松开，被他停飞了1个月。他对自己更狠，没听说吗？他不管每天飞多久，回家都要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8公里？不好意思，我想纠正一下，我并没有每天回家都跑8公里，学习2个小时。不好意思啊，南亭哥，我刚刚说的有点夸张了。我们好久没排在一起飞了，你最近还好吗？谢谢顾部长。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亭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华新里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我赞同南亭的看法。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根据全行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自信、放松、专业、
程潇 ，Go Go Go！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谁？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行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下面2位，程潇、宋宋。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各位领导好。各位领导好。坐吧。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啦，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
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1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林一成，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的确是漏报了1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下不为例啊。好。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好的，顾部长。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个看看。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1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1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被换下来了。换成谁了？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能出什么岔子呀？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的。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快走了，小姐。走。潞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等一下，把你的手势摘下来。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你自己没口袋。潞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开始稳定。调定起飞推力。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检查。排前轮。正上升。多轮。CMD VR 加到15以上。警1-1。警1-1，绿灯。警10。警10，灯灭。增压正常。起飞后检查单。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警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扭曲。左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你潘，潞州8513，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收到，潘，潞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口落。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潞州8513。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动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观察员把机长拖出来，你坐左驾驶位置。啊？执行。准备重启，右发。重启失败。潞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
机头放低点。洛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洞4洞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我马上。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警音1。警音1，绿灯。警音5。警音5，绿灯。警音15。警音15，绿灯。放轮吗？不放轮。警音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50英尺，防冲撞开始。40. Up. 30. 20. 1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车里检查单。车里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奖评是集合。谢谢啊。不客气。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你好，好。哎呀，
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你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啊？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有什么看法呀？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你看，我早就说嘛，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请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好。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立马。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南丁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马屁拍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我这不是提前演练吗？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明天？明天？这么快啊？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谢谢部长。南丁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Gunanting! Oh, it's great to see you. I missed you. Hi, Kaya. You know, I've been back here twice. I haven't seen you. I guess it's my lucky day, huh? You ready to compete again? I'm here to work. You? Yes, me too. Me too. 你看，南丁哥的关系就是光。你8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2倍。 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All right. Oh, I'll see you around. See you. 这边可是挺事儿了。别看。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技术，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我过来，你抹。等下送送。你们干什么呢？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执行。少涂点儿。宋宋，作为教员，你有何感想啊？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
一盘散沙。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基平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宋宋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啥呢？其实，南亭哥说的也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私下喊他骂他。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去奥运会。小姐，你好点了吗？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亭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被训草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
You see, th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又是他们俩。哎，坐，坐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哎呀，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肖姐。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啊？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啊，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旋踢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幕。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干什么？你们继续。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顾教员说的有道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把被子叠好。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我。你干什么？删了。删了。我不想重复啊。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删了。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2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
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批准。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自己来。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行。太香了，是送给我带的吧？航校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煨饭，我怎么没发现呢？别留下垃圾。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安全完成每次航班，这是我的乐趣。还没放下呢。是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你心里还压着。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安婷，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也忙，我们都很好。
，RA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RA 下降，脱开自。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 下一组已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好。Where's your Wonder Woman？ 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我打电话催催小姐。 没人接啊！我看到肖姐3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去和教室刷夜。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Yes.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我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潇，
太拼了。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高的女飞，没招了吧？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你快去忙吧，我今天有时间，可以在这儿盯着。我的学员我得负责。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了。怎么？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慌成这样。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宋宋，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着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3明治。哎，你帮我跟顾南婷请个病假。啊，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倪总，谢谢谢谢。小樱烫，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在教室晕倒了。你发现的我？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顾部长什么态度？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我怎么这么不幸呢？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这是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是不是丝绒航空展？对啊。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哎。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他。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这是你吃得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哎呀，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要是带你去啊，这南宁得掐死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2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行了，你们俩够了啊！倪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哎呀，你，可是我说曹操，曹操就到。
你千万别抱我啊！你就说我要留观，拜托拜托。喂，喂，成效怎么样？哦，人刚醒。我要留观。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儿我帮你把他送回去。麻烦你了。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倪总，大好人。兰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你先把姜汤喝了。南亭哥，肖姐她病假。您知道？那她没事吧？小病。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肖姐，肖姐都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他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肖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Sorry。你下去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苹果涨价了吗？给我的。谢谢顾教员的关心。好好休息。最后一个落地，能不能做到最好？不止最好，我要做到完美。那还看我干什么？看仪表，看外面。顾教员，改装训练全部结束，你的证明有结论了吗？作为见证人，你应该对自己有评价。当然有，而且不定。目前为止，我认同你心里的评论。还剩最后2位，宋宋，本场训练通过。好啊，可以，漂亮。
程潇，通过。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走了，走，行不行？状态好一点了。淘汰啊！我不是最差的那个吧？可千万别把我淘汰了。你表现得那么好，而且顾南亭对你可比对我好多了。放心吧，我们以后就在787上继续搭档啦。走。南亭，评估报告和考核结果我都看了，成绩不错。末位淘汰的小手段有效果吧？现在是，其他人选咱们都没有异议了啊，就只有这个程潇了。今天的本场考核，他表现的怎么样啊？很好。他的理论跟模拟机成绩也很出色。他是所有学员当中最努力的，进步也是最明显的。哦，是吗？怎么我听到的这个程潇的表现很不尽如人意啊？我给你们发段视频，你们看看啊。Have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It's ridiculous. It's no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It's about incapability. They're just like their teacher, pretending to be tough. Oh, come on,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Hey, try! 你在干什么 ？What I'm doing? 包行的凯恩呐，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说这段视频严重曲解了他学员的本意。现在这2个学员呢，正在承受网络的声讨。听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这也太不像话，还好意思抗议？是，很不像话。可怎么就不能内部解决呢？那以后他对公司有什么不满，是不是都要往网上发一段视频呢？这么做的确不妥。确定是程潇发的吗？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程潇挑拨凯恩的学员私下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的结果是程潇输了，然后网上就出现了这段视频。你说不是他发的，还会是谁啊？比赛是有，视频我不确定。即便不是他发的，视频你们也看了，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私自动员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要不，让程潇再磨练磨练，给他定一个最低级别的副驾驶，只有和高级教员配合才能飞行。老谢，咱们飞行部不能心慈手软，这是会有后患的。降级成观察员。哎，兰亭啊，你这也太过了吧！既然要磨练，那就从头开始。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江部长，你说呢？那就这么决定吧。那南亭啊，以后这个程潇，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好，我会严格监督。
孙老师，我看了那个设计图了，特别好。我过2天就回潞州了，那就麻烦您先帮我定一下啦，谢谢。说得好。小姐，小姐，快过来看。给小姐看。你们看什么呀？你看这个，那2个老外啊，在网上被骂坏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说，这谁拍的？上回刚好拍到的啊，怎么样？解析吧。学院内部的事儿发到网上不好吧？那次比赛，你明明输了就冤枉，他们还不依不饶的教你冰水。这回也是替你解气。撤了。啊？气也出了，老抓着人家不放，干嘛？行吧。顾部长来了。现在宣布聘任结果。宋宋，10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哇。周少辉，20个航段后，升为客运部波音787的副驾驶。程潇。必须在高级教员的监管下完成100小时的观察员跟班经历，积累不少于3个月，200小时经理时间，30个航段，之后按具体表现，才能再次申请副驾驶的放单检查。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1，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我要向公司投诉。小姐，小姐。哎呦，小程回来了。江部长。啊。我要投诉。投诉谁呀？在飞本场的时候，顾部长是拿机长的标准要求我的，我也飞得滴水不漏，可最后还是让我连降2级。他对我绝对有偏见。所以你要投诉他。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呢？嗯？网上那段视频是谁发的？网上的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但是是谁发的，我不能说。而且这件事就是对方先挑衅的，我这是属于合理回敬。那个视频您也看过吧？您不觉得？过程我都了解，对方确有言语不当之处。私下那场比赛是你挑起的吧？这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客运飞行员怎么能这样？好斗还输不起？可那不是真的输，是因为当时这个事儿我的确有错，公司可以处罚我，扣我工资，让我写检查，我都认，但是也不至于连降2级吧？顾部长让你连降2级，这个处罚的确很严厉，但是领导的决定你还是要尊重的。我尊重他，谁尊重我呀？有他在，我在陆航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他不就看我不顺眼吗？行，我不干了，我现在我就可以不干了。别冲动啊，回去好好再考虑考虑，不要这么草率的就做决定啊！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努力，还是很快就可以晋升回来的。哦，对了，你以后的日常飞行专属教员还是顾部长。
马提尼，请慢用。谢谢。一杯无酒精固州你好。辛苦了，谢总。久等。顾记者，师傅，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查了你的排班，学了点新花样，试试。我就这么点业余爱好，你还从来不捧场。哼！我知道你一回来就得找我，咱聊成交的事儿吧。江涛的态度你也看到了，连我的情面都不卖。幸亏你机灵，主动提出降级录用，现在起码人是跑出来。未必是好事啊。这姑娘脾气挺冲，心里一憋屈，兴许就会直接撂挑子。有可能。要不我找他谈谈。什么？你要辞职啊？有顾南亭这种领导，我在陆航就永无出头之日。嗨，不至于，因为个顾南亭，我还想着你胜利归来，咱俩能够双剑合璧呢。你说说看吧，你到底怎么得罪他了？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民航这个圈子吧，说大也不大。你要是换家公司，那个顾南亭会不会暗中坏你的事儿？他绝对干得出来。那你岂不是逃不出他的魔爪了？不行，回头我得提醒提醒雨禾，她男朋友太可怕了吧？人家的私生活你就别瞎掺和了。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不是，一码归一码。算了，别提他了。让我看看你，好久没见，都快认不出来喽，是吧？我自己染的。为了庆祝你入职，给你点一顿大餐。来，随便挑。不行，真不行，差点就破功了。我去洗澡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待了7年呢，你舍得啊？再好好想想啊。吹箫。谢部长。巧了，我正要找你。南亭哥，您找我啊？来，坐。南亭哥，公司对小姐是不是太严格了？她的考核比我们都好，怎么还降级了呢？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上来过吗？飞行员啊，压力大。我以前啊，常常偷偷跑到这儿来抽烟。后来啊，年纪大了，还想多飞几年。也是在这儿，决定把烟给戒了。谢部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想辞职啊？每一家航空公司都花费巨额成本培养飞行员，想辞职可没那么容易，要赔偿公司一大笔钱的。我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江部长好好说说，求公司放我一马路。老蔡退休的时候来找过我，让我多照看照看你。我也带过不少学员，最优秀的就是顾南亭。有这么好的徒弟，我就经常跑到老蔡那儿吹牛，把他气得干瞪眼。有一天啊，老蔡也挺直了腰杆，在我面前吹牛了，说他发现了一棵好苗子，就是你。我关注你很久了，知道你很多优点。比起您跟老蔡，我还差得远呢。你别谦虚太早，还没说缺点呢，也有一箩筐。我已经在努力改正了。这么说，你也认可犯错挨罚？挨罚没毛病，但是顾南亭对我那就叫不讲道理。他说一套做一套的，我不服。事情未必是你想的那样。小姐是因为视频的事啊，您弄错了，视频不是他发的。那是谁？我要是能让发视频的人主动站出来澄清，小姐是不是就不用降级了？两个都要降。挑起比赛是我不对，但视频真的不是我发的。谢部长，是不是发视频的人也要被降级啊？怎么？想把别人的锅也背了？反正都要挨罚，少连累一个呗。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损失。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据我所知，这是南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我看到排班了，谢谢南亭哥的照顾，我会好好努力的。请进。有事？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没了。排班通知收到了吗？收到了。用不了多久，我会重新升上来的。
傅师傅，一定要留足5公分啊！好，5公分，好好好。程大机长，哎呦，你总算回来了。孙老师，那个，我想问一下，第1阶段工程结束以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你什么意思？我这边资金出了点问题，我怕后边的工期费用可能……也行吧，快过年了嘛，先放他们回去团聚一下吧。等年后你这边方便了，我再重新召集人呗。那太谢谢您了，孙老师。房东先生，本来上周就该交这个季度的房租，感谢你的不催之恩。很抱歉，因为我最近遭到了宇宙级的暴击，遇到了魔鬼领导，害得我现在秒变赤贫，所以您这边的房租能不能暂缓支付？年轻人打拼奋斗，总会遇到难处。房租可以缓交，推迟3个月够吗？嚯，正好。你简直是天底下最 nice 的房东了。改天我请客，你想吃什么？好意收到，见面就算了。看你一直用邮件沟通，你是在国外吗？在潞州，但是很抱歉，人与人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明白。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把你当哥们儿了啊！早点休息吧。提前祝你春节快乐，晚安。哇，好人呐，好人呐！嘿嘿嘿嘿，是个好人。虽然是小小飞，但也得有机长的样子。
李战。哎，李总都是机务部部长，还下一线干活呢。你都来干活了？来吉林帮兄弟们分担点任务，这不春节人手不够吗？战哥，我都检查完了，没问题，你确认一下。机长，今天显示天气很好，要按计划加油吗？听说今天是你第一次上客机啊，状态不错。你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是想抵赖啊？叛徒！怎么了这是？澳洲，航校，出卖队友。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们先上去做驾驶舱准备，我来加油检查飞机。他说是出卖什么意思啊？不清楚。请大家记住，客舱就像我们的家，要把每位旅客当成是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样。各就各位，大家加油吧！谢谢。